恩怨因果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去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岂敢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轮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于虚伪。思想来回，心不说成灰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去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大哥领早啊！某时已过，看来平日里刑部管教的并不严。托您的福，昨晚我睡得可太好了。你对凶手不是梁家二房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快去查吧，趁现在你的脑袋还在项井之上。再这样让我成宿的不睡觉，脑袋就算在，我也得去见阎王。郎君，郎君，夫人，用早时了。没胃口。嚯，真够乱的。严姓。月娘，吹吹，你不是吧？神府都不管饭的呀？来了，跟他一起吃饭，我怕噎得慌。看你没什么事儿。哎，走走走。别手慌，不是吧？我听说你跟白无常可是伉俪情深，夫唱妇随，比翼双飞，恩爱骑马的事我都听了。老实交代。果然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坏事？你现在可在皇城贵女圈里面那是出了名的。当年就是有个女子装晕倒在了沈度怀里，就被内卫府抓进去了，还判了一个冒犯大阁领的罪。哼，果真是他的风格。从那以后啊，萧安城的女子见到白无常，必如蛇蝎。他竟然还跟你当街恩爱，还亲密接触，还是少接触的好。就是你大婚当晚，明堂大火，太皇太后震怒，内卫府好几个人都被问责，就连你夫君也被罚了俸禄。还有这事儿？我听说那个叫陈白衣的穷书生，他是因为求取功名而不得，才跑到明堂自焚的。这人已死，本来应该连坐，结果他们家就只剩下这个金六旬眼花耳聋的老人。太皇太后仁慈，本来给他赦免了，结果这老太太竟然跑到刑部门口来久坐，说是非要申冤，一坐就是1天1夜。你想想，这烫手山芋，这谁敢接啊？哎，你不要脑袋了，怎么着都要掉脑袋，反正我只有一个头。啊？老人家，有什么事儿您先起来，若真有冤屈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说法的。
谢谢你，姑娘。是谁那么大胆子收了那老太太的状？来来来，自己站出来啊！我今天心情好，保证不打死你。这谁收他状子了？哦，门口那个陈老太吗？我已经把人家送回家了。散了散了。哎，走走走，散了散了。怎么又是？其实老太太呢，是应该好好安抚一下了。要不然成天蹲在我秦国大门口，算怎么回事？关于陈白衣自焚这个案子，我已经很认真了解。此事的后续呢，就交给冯慧，你帮我盯着老太太，别让她再来了啊！啊，我就别了。哎，吴主事，我觉得都过来，都过来。梁府梁承仲的命案，内卫府接手了，所有人不许再插手了。内卫府哦，不是可以随便插手的地方，如有不从，本官严惩不贷。是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吴主事，我妍希、锤锤，你们俩不是还有卷宗没有整理好吗？努力！哎，我真是六娘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沈大阁领不是要约你50吗？哎呦，时候也不早了呢，这个卷宗也没那么着急，50要紧，50要紧。走。把你的小买卖放下吧，跟着我啊！行，那就仰仗您了。官娘子都有得罪。通民馆向来规定，只接男宾，不接女宾。我们不是宾客，官家办案。那不如另派男官来办可好？我虽是书吏，可这位是刑部在路的堂堂9品书令史。你们如此阻拦，莫不是对官家选拔官吏的制度有异？官娘子不要为难小人，今日要是让2位娘子入了这门，恐怕小的这饭碗也就保不住了。那不如你再仔细看看，我们是男宾还是女宾啊？男宾，2位请。我的占星怎么会如此命苦？原想着以为他遇到梁承仲，能做个良吉妾室，究竟是哪个丧心病狂的杀害了他？方主监，你还记不记得邝展新失踪之前，可有发生过什么异常之事？哦，或者说，他跟别人有没有起过争执？展新性子素来温和，与各姐妹和锦玲相处愉快。昨夜官府来告知之前，你还不知道邝展新失踪了？他是于上月时期出的门，同梁承仲一同去郊游。往常梁承仲也会带着他出去玩，我以为这次只是去了久了点。日后若有需要再来相问，还请多节哀。听说那个陈白衣自焚，
还火烧了明堂。好在你一早撵他出门。大仓讲的是门音取势，他一寒门，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他能给我润笔，那是他的福分，他竟然还不知足。这帮穷酸书生就是不知好歹。一个陪读还想请洪文馆文笔是第一，我呸！来喝。六娘，六娘，走。哎，六娘，徐帅，陆书令是。徐帅，你来通明馆是有案子？就是被你郎君截胡的那个案子。哦，想来不该再叫你六娘才对，应该唤作大哥领夫人。徐帅，你还是同往常一样喊我六娘吧。行，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徐帅了，叫我徐大哥吧。好，徐大哥。那矿展新的事传出去之后，这平康坊附近的各家坊主就跟中了邪一样，总觉得自己家出去久了没回来的姑娘就是失踪。这都报了10几起案子了，还有人失踪？没有，17个姑娘刚报失踪，已经找回来15个了，还剩2个呢，大致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本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上报，就在这儿遇到了你们。这上面记录着这些年的歌姬失踪案。奇怪，这些歌姬虽然都不是各方的当红头牌，但都通晓音律，以器乐为常，精通琵琶。没错，就是太过巧合，所以才觉得蹊跷。这些是失踪女子的画像。这些女子都梳着相同的飞仙髻。可还有发现？你们看啊，这些女子的面容虽然都不相同，却又都有共通之处，尤其是神态极为相似。对，这乍一看，有种说不出来的相似。这些卷宗我本来想交给你们刑部，但又觉得不便绕过内卫府上报。现在看来，由你接收最好。那白无常总不会因此拔刀杀妻，是吧？那在下先告辞了。一早上信誓旦旦打赌出门，还以为在查什么，原来在此闲聊。我可是在和统领全城1良人的徐帅探讨案情。统领全城，这么厉害？徐帅当年可是被朝廷重金10万两悬赏通缉的大侠盗。原来徐帅就是传说中潜入宫中偷了太皇太后玉枕的那位。说的厉害，还不是被逮了？虽然被逮，可是太皇太后惜才，不但没有给他降罪，还脱了他的奴籍。被逮了就是被逮了，那就是略逊一筹，技不如人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能讨论出什么样的案情？我能探讨出，有关梁家的赌局，我就快赢了。如今的证据桩桩件件都指向，这是延续多年的连环杀人案。待我找出真凶，梁家2房便能彻底洗清嫌疑。大哥令，丁梁家的人回报说，梁家2房被大房的人淋了鸡血，
莲儿夫人变得更疯了，梁三郎心一横，竟然去刑部自首了。还有，英王殿下那边说想见你。英王殿下只请大阁领一人入内。英王殿下，良辰玉入狱，此事并非太皇太后所愿。本宫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太皇太后并未要求大阁领彻查此案，而是让你力保梁家二房。现在证据还不充足，未有定论。大阁领做事向来严谨，可这次却迟迟不按规矩办事，可不要学你那父亲，闷声做大事。微臣不敢。英王殿下逼着在刁难大阁领，这梁府的案子，太皇太后早就交代过要保下梁家二房，可夫人你却非要一查到底。这下好了，梁三郎被入了大狱，这下怎么让大阁领跟上面交代？这个案子我会负责到底，一定会给上面一个交代的。太皇太后信任大阁领，本宫自然也是信任的，只是希望大阁领不要辜负了这份信任。听说刚过门的沈夫人，人也是有趣的紧啊。太皇太后赐婚，微臣感恩不尽。大阁领，西明寺那边挖出了5对尸首，死状与之前的2具一样。如此看来，此事的确与梁家二房无关。加上梁承仲之前那2具，6对男女，12具尸体，凶手作案手法相同，男的被挖心，女的被毁容。这不是西明寺的泥土，这些尸体是最近被挪过的，重新被掩埋的，脸污渍，皮肉外翻，但还是能看出这是个妙龄女子。遇难时间可以推测出来吗？这2人应该是在前月被杀害的。尸体的周围有许多层木炭和草木灰，应该是用来掩盖气味的。这香味到底是什么呢？可有异常？我师父要是在的话，一定能辨出这里面还有什么。依我看，你已经继承了你师父的衣钵，更不输民间第1神探潘池。差得远着呢。我师父他隐退之后游历四方，怕是都快忘记我这个徒弟了。这是挖到最早的1对尸体，腐化最为严重。被害时间很难具体推测出，应该是在4到6年前。若凶手为同一人，那也太丧心病狂了。偷藤挖心，应该是个孔武有力的男子，说不定是个屠夫。依我所见，凶手极为可能。
是女子。为何？这美君女尸脸上的伤痕、位置、长度、深浅，几乎别无二致。而且这用刀的力度，也不像是男子所为。若凶手为女子，她要在这些年里连杀12人，这些男性死者也并非老弱病残，死的时候也都是青壮年，怎么可能不敌一个女子呢？徐大哥，若是因为没有见过便觉得不可能，那这世上许多奇案都无法告破。走。你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殷王殿下已经吩咐，西明寺的案子和梁府一案并案处理，统归内卫府管。刑部的人都不能再插手。不管便不管。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你他两袖中是百脑香的味道，丝质如意文锦衣，翡翠绒花钗，牡丹白绢罗衫。有时间在这发呆，不如好好想想，该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。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刑部，这。你快放我下来，前面离刑部不远了，我自己可以走过去。真凶还未找到，梁三郎还在狱中，他若有事，你去给他陪葬。沈大哥领，我严六娘打的赌从未输过。正。大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来我们刑部？我不能来。咦，大哥，你这说哪里话？欢迎欢迎。来跟你要个人，去内卫府帮忙。啊，大哥令要调人呐，此事容易。大哥令要调谁，下官这就去安排。就他了。西明寺实施案已全权交由内卫府处理，你们刑部就别管了。是。哎，大哥领，我还有许多案宗都没有录完，怕是不便调去内卫府。严肃丽说什么呢？卷宗没整理完，交给录书令时，你快去打个令去。严书立不来，此案就这么结了。吴主事，把那堆尸骨拖去城外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哎，不可！哎，我这就去。六娘。陈白一家翻出来的，他写过的文章我都看了，偏偏文采斐然。这段日子真的苦了你了。不苦，芙蓉园看戏，转来。小心点。玉，大哥领，仵作已经初步完成化验。景林。日后若发现刑部的人私查此案，全部按结党营私处理。是。那我还得多谢大阁领的提携之恩了，让我还有查这案子的权利。日后我定当竭尽全力，早日破案。夫人知道就好。既然介入了内卫府，那下官就是内卫府的一员，自然要遵守内卫府的规矩。小的不过是书吏，怎么能与大阁领同骑一匹马呢？下官马术不精，请内卫体恤下属，必定是不会丢下下官不管的，对不对？
那今日就还要委屈一下景内卫，和下官同骑一程啦。夫人若是想骑马，自然是同大哥领一起。小的呢，小的给您牵马。那多不好意思，还是一起骑吧。办案无男女，景内卫就把我当成寻常同僚便是。夫人还是坐好吧。还要闲聊到什么时候？再这么散漫闲谈，罚你半年的俸禄。这，哎，大哥领。这些是从最早遇害的那对尸身上取下的。监工于胜利元年。这是最早遇害的那名男尸所佩戴的。凶手初次作案，应该是在6年前。为何？凶手每次杀人手法如出一辙，作案时间想必也有其规律。所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若是推测错了，想要找出真凶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宝相双鱼纹。锦绣坊，这宝相双鱼纹是锦绣坊当年特制的花样，风靡全国。锦绣坊是当年皇城第1大丝绸坊，每月初1进贡绸缎进宫。只是胜历3年6月，锦绣坊因献给汝宁长公主夏衣于制，获了忤逆之罪。哦，所以自那之后，皇城里再也没人敢穿锦绣坊的料子出门。这男尸必是死于锦绣坊忤逆案之前，金牌置于胜利元年。那人死于胜利元年也不是没可能啊。不可能。宝相双鱼纹是胜利3年锦绣坊所制春衣样式，只在当年2至4月有售。记得这么清楚。案卷处有锦绣坊旧案的卷宗，有一卷会务册，上面载录了锦绣坊10年的花纹样式。景林，去比对确认，不可出错。是。夫人，案卷处内都是珍品和藏书典籍，切勿乱走，也切勿乱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们分头找更快啊！你去那边，切勿乱动啊！弘文馆选士文章何录。哎，手头都麻利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别掉地下了，给。怎么回事？哎，等！哎呦！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调去内卫府去了吗？我要见吴主事，陈白衣自焚案有了进展。主事叮嘱过了，明堂焚烧案一律人等不能再提，如若再问，地就辞呈了。真的有内情，我要见吴主事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你没看见吗？今天整个刑部背手童谣弄的是焦头烂额的，谁还有时间跟你查什么自焚案呢？是不是？什么童谣？你不知道啊？要掉脑袋呀！皇城里家家户户都传遍了。哎呀，真的不知道这次是哪里又要遭殃了。啊！哎，你慢点，小心台阶。人无心，佛实心。天子脚下乱高张，佛实心法最藏。他来了。鱼。小朋友，
你可知你刚才的话实属大逆不道？你说该怎么惩罚你呢？试试这新发明的请君入瓮。待会儿把瓮放到火上一烤，你会玩得更开心的。嗯？来人！不要大人！不要大人！不要大人！大人！大人！只是个孩子！大人，你是个孩子！随意谣传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那皇城岂不是要成无人管辖之地了？不，大人冤枉大人！你们不好好教育孩子，我便替你们教育。不要大人！英王成年，当道。英王殿下，此人有点眼熟。何事如此喧扰？殿下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殿下，下官今日特来街上巡视，忽听一孩童口出狂言，大逆不道，这才将孩童拿下，惊扰了殿下。原来如此，殿下开恩啊！小孩口无遮拦，草民定会带回去好好教养。是啊，殿下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你们也难辞其咎。来中丞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更何况这只是一个黄口小儿，来中丞向来英明，又何必为了一个孩子有损自己的英名呢？话虽如此，今日本宫既然见到了，就说明这孩子跟本宫有缘。来中丞可否看在本宫的面子上，饶了这个孩子？英王殿下开口，下官自然是要放人的。放人！谢谢大人。殿下，孩子没事就好。谢谢大人。去吧。谢谢殿下。谢谢殿下。英王殿下果真是菩萨心肠。英王殿下真是宽宏大量，慈悲为怀。恭送殿下。回去领20杖。是。那个女人究竟是谁？怎么了？来罗之御前告状，说大革令查案不力，太皇太后就下旨把大革令带走了。你们俩门口守着，大革令有任何消息及时禀报。是。不得入内。大革令吩咐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办公所，违者。小爽，你就从我身上踩过去。不许翻！再翻我可对你不客气。你别再翻了，再翻我就自尽。如果你嫌你家大革领命长的话，就动手吧。研墨。啊？研墨。希望还能赶得及尝上折子。
竟然跟大格林一样的自信。你有把握，这样真的可以救大格林吗？不能说一定能全身而退，但好歹要试一试，兴许能免了重责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我在府邸等着。你别再乱翻了啊！太皇太后，内卫府接手多日，却迟迟未能破案。如今坊间流言四起，说朝廷用人不力，更有甚者揣测帝辛是在有意袒护梁家，实属有损太皇太后英名。臣恳请太皇太后，让御茶司接手此事。来爱卿所言，也正是哀家忧心的事。内卫府审度带到。内卫府大格林沈度见过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千岁千千岁。沈爱卿啊，梁家的案子迟迟未破，你是否应该给哀家一个交代了？禀太皇太后，梁家命案并非单独个案，而是与接连在西明寺挖掘出的多具尸体有关，且为同一凶手犯案。内卫府已根据证据，加紧并案处理。梁府一案牵扯朝堂重臣，西明寺更是清修礼佛之地。如今悬案难平，城中已风靡起一阙童谣，内容不堪入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那臣就斗胆将这首童谣说与太皇太后听。人无心，佛实心。天子脚下乱纲章，佛陀实心，把罪藏。放肆！太皇太后息怒，臣觉得这童谣之所以传开，都是因西明寺命案悬而不定。内卫府再找不出真凶，那还不如干脆办一场驱邪的法会管用些。太皇太后奉言天下，自不必理会这些妄谈神鬼的言论。沈大格令，可是落了这个？千牛卫突然上门拿人，微臣正在梳理案情，想要呈谕太皇太后。好一句太平人间唯佛心，万劫歹念终不复。抽丝剥茧洗冤情，明察秋毫天下安呢。好啊，那既然已经查到了梁家和西明寺的诸多线索，那就推进吧。臣领命。沈爱卿啊，你在折子里还提到，明堂自焚另有内情，自焚者不是为了要宣泄不满，而是以死向哀家言致无奈之举，属实吗？臣正在附和，会尽快呈报。太皇太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位啊，都是哀家的左膀右臂，各有千秋。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，啊，都回去吧。沈爱卿啊，你留步，哀家
还有一件事，要让你即刻去办。臣领旨。沈大阁领，今日在太皇太后面前，沈大阁领面不改色，巧舌如簧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来忠诚谬赞了，在下不过是陈述事实。人们都说，内卫府是太皇太后的一双眼，可眼睛成天乱转，别盯错了方向才好。内卫府的所作所为都在分内之中，不像御茶司，一口獠牙四处撕咬。若是换做了旁人，恐怕还真分身乏术。那就希望沈大阁领早日破案。可是有很多人在磨牙呢。想起跟你相爱的缘分，我们的爱在向外。